今天坐车去了白哈巴景区，原计划的一日游只玩了2个小时，可能这个季节确实有点失望吧。不过今天确实有点小惊喜，因为发现了几个不错的吃住行的地方。如果你想来喀纳斯，就看完这个视频当做攻略吧。今天是新疆喀纳斯之旅的第3天，准备去白哈巴景区。这里是喀纳斯大街，也是游客中心的所在地。白哈巴景区需要单独买门票车票。去白哈巴需要办理边防证，立等可去。白哈巴景区的门票车票是75元。买完票，继续在这里的换乘中心乘车。白哈巴算是喀纳斯的3个著名村庄之一，一个是喀纳斯村，一个是禾木村，还有一个就是白哈巴村。白哈巴村离喀纳斯村大约30公里，路上的风景感觉还不错。中途有一个观景台，大巴车停下来让大家拍照。这里的视线非常开阔，汽车继续前行，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了白哈巴。白哈巴算是喀纳斯景区3个村庄里游客相对少的一个。像现在这个季节，其实白哈巴可看的景色不多，连司机都说1个小时就够了。在村庄的入口，大巴把游客放了下来，自己徒步前行。进村的路上有一些森林，不到10分钟就看到了农舍，这里很多的牛。前面就是白哈巴村了，感觉村里都没有什么村民。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，第一感觉这里确实不太像是个景区，就是个小村庄。村子里有很多的客栈，和这里的客栈老板聊了聊天儿。现在村里的木屋都是用来出租的，像这样的木屋现在的价格200块钱，但秋天的价格会翻上1、2番，而且必须提前预定。从村口景区的地图上可以看到，这个村子有2个观景台，一个是巴特尔伊观景台，上去看一看。建议坐景区车来的人先去这个观景台。这个观景台是在旁边的小山上，大概100-200米高。从这里望下就可以看到整个白哈巴村，远处还可以看到邻国哈萨克斯坦的山。这是一个
边境小镇，号称中国的西北第一村。现在下山，前往下一个观景台。村子里人真的非常少，从这里的山峦植被看，确实秋天会更美。这个就是白哈巴的另一个观景台，观景台上有个石碑，白哈巴，西北第一村。基本上村子就这么大，如果没有秋色欣赏，1-2个小时基本也差不多了。当然如果你足够细心，这里还有1-2个小景点可以逛一逛。在白哈巴停留了2个多小时，开始坐车返回。我个人的建议，如果不是在秋季，其他的时间，这个白哈巴可以放弃。不过在返程的路上，景色确实是比较漂亮，路上有大片的草甸和成群的牛马。可惜这一段不能自驾，不能够停留观赏。不过白哈巴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可以自驾进入，但如果自驾，你必须从很远的地方绕过来，不能从喀纳斯进去。如果你自己自驾来喀纳斯，建议你直接自驾到这边的景点进入。尤其是秋天，白哈巴这边不用排队，而且据说一路的风景也不错。看看，这就是返回喀纳斯路上的风景。前面这个是进入喀纳斯的检查站，在这里进出都要检票。现在远处看到的山上的建筑就是观鱼台。这段路上的风景真的很美，就是可惜不能下车，而且据说这里也不能徒步。远处的大草甸上，密密麻麻的房屋，就是喀纳斯的新村。坐景区的免费公交车也可以到达新村，那里有很多的住宿。相比于老村，那里就会安静很多。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，住在新村的游客非常少，几乎都住到了老村。看看前面的景色多美。下午2点多就回到了喀纳斯老村。老村里有非常多的客栈，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都热闹一些。这里现在大部分的客栈价格都在300以上，贵一点的还有400到600的，秋天都至少翻1-2倍。在这家吃中饭的时候，看了看他家的住宿，我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，而且整个客栈布置得很温暖。因为9月会再来，就到他家的客房看了一下，房间也是小木屋，很大很干净。老板说现在住280就可以，还说再送30块钱的早餐，所以立刻觉得这家的性价比不错，9月可以考虑住这里。下午下起了雨，准备离开喀纳斯村去禾木，准备出喀纳斯景区，在贾登峪住一晚。这是住宿老板开车来接。贾登峪就是喀纳斯景区的入口地方，老板的客栈离景区入口5分钟，
所以特意开车来接。到他家后有点吃惊，因为他家的住宿费只有150，没想到风景这么美。感觉来到了瑞士一样。这一栋栋五颜六色的小洋楼还真的挺漂亮的。而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客栈后面就是一座美丽的小山。这里现在开满了鲜花。登上小山头，看看这片美丽的房屋。没想到临时决定在这里住一晚，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。天好像要下雨了，往回走。前面一群牧牛。多漂亮的现代田园风光啊！如果你下次来喀纳斯，不想住景区里，也可以在这里住一下。感觉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2个住宿，性价比都是不错的。明天准备去和睦景区，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给你带来的喀纳斯之旅的各种吃住行攻略。